叶晨的话让三井良孝恍然大悟，道理其实很简单，只是他自己没想明白。这些黑社会进了监狱还受不受尊重，不取决于他进来之前的地位，而取决于他进来之后还能剩下多少影响力。等这两人进去之后，只要给新的继任者足够的压力，甚至能让他们派人进监狱暗杀掉钱老大，到时候想让西田玉红和高冈真知过得惨一点，还不是轻而易举。搞明白了这个利害关系，三井良孝心中释怀不少，随即便笑着说道：叶先生说得对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不管他们两个了，等他们进了监狱，我让他们自己人慢慢收拾他们。说罢，他又对警视总监说道：渡边，山口组和道川会这次给你搞出这么大的麻烦，你一定要让他们尝到苦头。警视总监点点头道：三井先生，这您放心，他们两家这次如此目无法纪，必须要狠狠敲打敲打。我已经部署了今晚对两家各路生意的紧急突袭，他们的酒吧、赌场、风月街等等所有的生意，今晚都会以各种理由暂时勒令其停止营业。检查整顿，我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，让他们长长记性。警视总监和三井良孝一样，都对这些黑帮组织非常恼火，毕竟他们敢搞出这么大的事情，就压根没把这两人放在眼里。不用三井良孝提醒，渡边自己也会想尽一切办法狠狠敲打这些组织。三井良孝此时也一脸冷酷地说道：今晚我会召集三井家族开会，到时制定一套方案，从明天开始全方位打压山口组、道川会还有筑吉会。这时警视总监的对讲机传来声音：渡边总监，我们已经调集了卡车过来运输尸体，三井先生迫不及待想进去辨认亲属，您看是不是让他进去？警视总监明白手下说的三井先生是外面等着的三井良康，于是便看向三井良孝，问他：三井先生，您看呢？三井良孝没回答，而是转头看向叶晨：叶先生，您觉得呢？三井良孝自己的保镖基本上都被杀得差不多了，眼下要针对自己的弟弟，还得仰仗叶晨帮忙撑腰，最起码要现场把他控制起来，单靠自己也是力有不逮。叶晨也知道他的意思，便开口道：我让伊贺忍者把那些武士带到其他房间内关押，等下让服部半藏带几名心腹跟着你，听你号令。三井良孝感激地说道：那就太谢谢叶先生了。叶晨立刻叫来服部半藏，让他的手下先把那些武士安顿好，以免三井良康进来的路上发现端倪。就在伊贺忍者押着武士们到两侧房间关押的时候，那架从华盛顿起飞的飞机刚刚离开美国领空，进入大洋。飞机上一名金发男子接了一个卫星电话，随后便慌忙地跑到飞机后方的独立卧室，在门外敲了敲门：董事长，大事不好了。董事长下了10亿美元暗花之后，便回到卧室卧床休息，同时等候塔瓦纳的死讯传来。忽然听到手下在门外喊大事不好，他心里一个机灵，赶紧爬起来，仓皇推开房门，问他出什么事了，是不是第一波暗杀失败了？不是，那金发男子惶恐无比地摇摇头，欲哭无泪道：我刚接到您父亲打来的电话，他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刚刚在所有财阀圈子里发布了一条消息，与塔瓦纳有关。什么？董事长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问具体发布了什么消息。金发男子道：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声称，无论是谁下达了关于塔瓦纳的10亿美金暗花，都必须立刻马上撤回，并且亲自打电话向他说明情况，否则的话，一旦被他找出来，他会用尽所有手段打击对方，不死不休。董事长只觉得双腿一软，险些就要跌倒在地，幸好金发男子及时搀扶，才让他堪堪稳住身形。他惊恐地问：塔瓦纳区区一个歌星，怎么会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继承者搭上关系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核心圈子，我这么多年绞尽脑汁都接触不到，可是这个塔瓦纳竟然能让。
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这个2号人物，在财阀圈子里直接为他喊话，这是要公开保他啊！他怎么做到的？金发男子也是一脸茫然，这个我也不清楚。不过您父亲的意思是，如果这案花是您下的，要求您务必立刻马上撤回，然后立即向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做出解释，否则一旦被查到，整个家族都会受到牵连。妈的！董事长慌乱地说道，10亿美金案花，手续费就1亿美金，成与不成，甚至半路撤回，这1亿美金都要打水漂，我这时候撤回，那1亿美金就白扔了。况且那史蒂夫也未必就能查得到我头上来吧？地下网络不是为客户严格保密吗？他们专业吃这碗饭，肯定会有职业操守的，对不对？说着，他赶紧又自我安慰道，还有，我们支付的都是加密货币，这些加密货币本就是区块链上的数据，是不记名的，交易链路受到加密货币官方和地下网络经营者的双重保护，想来也不会暴露，对不对？金发男子赶紧提醒道，董事长，这个时候可不能有侥幸心理啊，地下网络的所谓职业操守是针对普通人来说的，但不是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的。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果愿意，他们能把这个地下网络的经营者全都挖出来。这些地下网络的经营者，别看在地下网络神通广大，真要被抓到阳光底下，罗斯柴尔德家族出根手指也能把他们全部碾碎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们还怎么可能会为我们保守秘密？说着，金发男子又道，更何况加密货币也不是100%安全的，您支付10亿美金的加密货币，这在加密货币的流通里算是很大的一笔了。今天的加密货币市场，10亿美元量级的资金走向估计只有您这一笔。一旦罗斯柴尔德家族找到什么方法，能通过美元和比特币的交易链路锁定您，退一万步说，您能下10亿美金暗花要塔瓦纳的命，罗斯柴尔德家族说不定能下20亿美金的暗花来把您翻出来。到那个时候，您就真的把罗斯柴尔德家族得罪死了。董事长负隅顽抗是罪上加罪啊！